这一个网的收获挺丰富的，满满的一筐加一桶还不够装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岛彪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一趟外海捕鱼的第二个网啊。第二个网的位置就放在第一个网旁边，所以直接开过去就到了。第一个网的收获是挺好的啊，就看第二个网能不能收获再好一些，然后来一些值钱的鱼货。网刚拉上来就有鱼货上来了，依然还是这个泥猛鱼。气温高一些，泥猛鱼就开始出来活动了。难道泥猛鱼跟小剥皮一样都是怕冷的？泥猛鱼正常的价格都是30到35，就看这临近休渔期会不会涨价一些。今天的潮水比较早啊，所以不得不白天的时候拉2个网上来，剩下的2个网就等到天黑再拉。剩下的2个网，一个是大网，一个是大网跟小网的混合。最近的大网也总能拉上来一些大货啊，就看今天的大网有没有什么收获了。关键是要来一些值钱的鱼货啊，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。什么海红斑啊、大三刀龙虾什么的，赶紧过来。也是挺久没有碰到我的好朋友大三刀鱼了。不仅放网，还有放排钩都没有遇到三刀啊。三刀鱼的话，估计气温高一些，它们就会出来了。而龙虾的话，就要刮大风之后才会多一些。这个季节龙虾比较少，而且还是比较偏瘦，不怎么好吃。一般龙虾要农历的9月份之后才开始多起来。这一下子来的也都是泥猛鱼啊，其他的鱼货暂时也没有见到。这一条是黄鲫啊，也是终于来了一条不一样的鱼货了，还挺大条的。不过依然还是以泥猛鱼为主啊。现在这样的泥猛鱼拿来红烧，味道肯定也是挺不错的，煮双梅也可以。看来最近的泥猛鱼繁殖的也是挺快的哦。上一次的话还没抓到几条啊，轮到这一次就数量比较多了。可能是季节的问题，也可能是繁殖速度的问题。不过现在的泥猛鱼还是偏瘦一些，要再过一段时间吃肥一点才好啊。今天的泥猛鱼是主角啊，连这个小真鲷都少了很多，全都是泥猛鱼过来。而且相对泥猛鱼也是比较好解啊，只要小心点它背上的刺就行。它背上的刺是有点微毒的啊，被刺到也是要痛很久的。不过这种微毒煮熟了就没事啊。太阳也是快下山了，剩下的2个网要等到天完全黑下去才过去拉。这一个网也才拉了1/3而已啊。今天外海的海水颜色就没有前2次外海的那么蓝色了，而且今天的海水也是相对浑浊很多，而且海平面也是放了一点赤潮啊。这一种是斧头鱼啊，长得像斧头鱼样子。这种也就这么大而已啊，但是也不怎么好吃。今天的渔网也是破了很多洞，估计是放在礁石区的渔网还是比较容易破损的。网是放在礁石区啊，但是也不见石斑鱼过来呢。这条泥猛鱼倒是挺大条的啊，但是看起来明显是偏瘦。这一个网的小剥皮也没有见到啊，上一个网还上了好几条呢。上来是通通都是泥猛鱼啊，没有啥看头。看来这一次外海回去的话，只能每人分个2、3斤泥猛鱼了。这里刚说完就来了一条金枪鱼，后面还有来了2条金枪鱼，而且还都挺大条的啊，每条都要2、3斤呢。金枪鱼要比泥猛鱼好卖一些，1斤可以卖到45块钱，但是也要养活着的价格才有这么高啊。挂掉了就只剩下40块钱左右了，而且要达到这种2斤以上的大金枪鱼才有这样的价格呢。又来了一条金枪鱼啊，这是第3条了。金枪鱼的肉质不会很嫩，但是也不会很粗糙。有喜欢吃金枪鱼的就会觉得挺好吃的，它不会像白鲳鱼的肉质那么嫩。
拉完金枪鱼又是来主角泥猛鱼了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值钱的鱼货过来啊，导致我也没有什么激情了。看来只能寄希望在后面的2个渔网看有没有大条的这种石斑鱼过来了。要不然一直上这种泥猛鱼，看得我也是有点累了。这种红彤彤的红鱼也来了一条啊，也不值钱的。哦，来了，终于来了一条像比较值钱的鱼货了。斑点石鲷鱼啊，这种石鲷鱼已经可以卖个200多块钱了。这一种就是斑点石鲷鱼，我们这边叫做花筋骨，在我们这边捕到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。这种也是要养活值才能值钱啊，一斤可以卖个200多块钱，有时候是250，230到250之间吧。这种鱼的肉质是挺不错的，这种鱼的肉质特别香，因为是吃藤壶跟贝壳类长大的。这种鱼也算是外海比较值钱的鱼货的一种了吧。虽然没有海红斑跟大扇刀，来一条这种鱼也是一种慰藉，算是中了一个安慰奖吧。这里还来了一条马友鱼哦，也叫无笋鱼，这条相对比较小，所以也值不到什么钱。这一种要达到5、6斤的价格才会比较高，像这一种的一斤也就几十块钱吧，能达到5、6斤以上的一斤可以卖到200、300块钱了。最近捕到的寄居蟹也是比较少哦，今天网的破损程度倒是挺高的。等到休渔期的时候，这些网也要拿上去修补了，也是要浪费挺长的时间，修补又能多用一阵子啊，节约一些。终于也是有小剥皮鱼过来了，这一个网的小剥皮数量也是真的少啊，也就捕上来一些泥猛鱼而已啊。能来几条这种原生剥皮也是挺不错的，虽然还不够肥，现在也只有那些老剥皮的底子才会比较大条一些。这种新回游过来的新剥皮还是显得比较小条，而且瘦。不过真的是有就不错了吧，我也不会嫌弃它的，多来一些就行了。毕竟这也是休渔前的最后一趟外海啊，也希望能捕多一些渔获才行啊。下一次也就开始休渔了。休渔期我现在目前还不知道做什么好啊，也就是去钓鱼、钓鱿鱼而已啊。但是钓鱼跟钓鱿鱼都属于辛苦活，也是赚不到很多钱的那一种，除非运气好能钓到一些海红斑，但是这样的运气要爆棚了才有可能出现啊。再来一条金枪鱼，这条小剥皮看起来就大条一些啊，应该是老剥皮的底子吧。原生剥皮它的肉质会比较厚一些，有一种长生的剥皮，它的肉质就比较扁，除了骨头也没什么肉啊。这种原生剥皮相比长生剥皮肉质就鲜甜一些，比它贵肯定是有贵的道理的。刺豚鱼来一个了，这一会儿倒是来了挺多的这种小剥皮鱼，倒也挺不错的。而且应该这一个网也是快拉完了，等到全部的网拉完之后，还要把网重新给放下去，明天早上还要再拉一遍呢，2天1夜啊。休渔期前的最后一次外海捕鱼还是要再坚持，因为明天中午的12点也就开始休渔了。小黄鲫也来了一条啊，看来黄鲫的繁殖期也是快到了。这一会儿拉上来的应该也都是这些老剥皮的底子啊，看起来也都是挺大条的。还是来多一些黄鲫也挺不错啊，一斤还是可以卖个40几块钱呢。而且黄鲫也是经常成群结队的活动，休渔期的时候偶尔去钓这种黄鲫也是挺不错的，一上来就是好几条的。因为这种黄鲫也是比较容易钓，不过最好钓的还是那种19公啊。这一下子偏偏又是连续的来黄鲫，一会儿泥猛鱼，一会儿小剥皮，一会儿黄鲫的，每一段网来的鱼货也都不一样啊，这也是奇了怪了。不过网也快拉完了，来多一些黄鲫也是比较好，毕竟黄鲫的价格要比泥猛鱼好一些。好吧，这样子这个网也就拉完了，鱼货还不错吧？
也上了一条斑点石鲷鱼，算是比较值钱的鱼货了。其他的鱼货加在一起还有这么多，也就是泥猛鱼偏多一些。然后就把它们简单的分拣一下，拿去保鲜。海里面剩下的2个网就要等到天黑之后才会过去拉了。希望后面的网能来一些值钱的鱼货吧。好了，这个视频也就先分享到这里呀。后面2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。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也请你们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